爱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4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周群老师，欢迎周群老师；情感导师于博红老师，欢迎于老师；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于老师；情感导师辛唐米娜老师，欢迎米娜老师。看看今天的4位导师如何帮助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了解一下这一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结婚3年了，3年里他就在家跟我吵，在外面跟别人吵，就没有一刻消停的时候。我是个急性子，然后他是慢性子，然后他总还嫌我脾气大，在外面我跟别人吵架，他也不替我说话，然后还总偏向别人。他整天对我疑神疑鬼，总是不相信我，我们总是互相猜忌。然后在家吧，我还得不到婆婆的认可，老公也不理解我所受的委屈，然后我对这段婚姻已经感觉到无望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刘先生25岁，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有请小刘。李女士26岁，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有请小李，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几年？3年。有娃没？没有。今天来这儿干嘛？我就是感觉他特别依赖我。就在家里头，就是感觉好事儿吗？没我就不行，就不能活那种的。哎呀，太好了！你是地球的中心，多好啊！我感觉你太依赖我吧，整的我特别累。就比如说在家，你说的一会儿拿个水啦，一会儿拿个烟拿个火，啥都得靠我，没我就不行。这个东西也是互补的，因为他也要求我没有什么事的情况下帮他拿个水呀，就拿个水果啊，就是基本上全是这类的事情。你们俩属于互为机械臂是吧？对，对，人工智能挺好的呀。有啥呀？这有啥呀？我认为现在都男女都平等，主要是我吧，就是我就感觉太累了，就是在家里头洗衣做饭啦，都得靠我。他回来吧，就是回来拿个手机往那沙发上一躺，就开始捅手机。我说啥就相当于无视我的，啥都听不着。他想要干啥吧，他招呼你，你不听着还不行，就是你叫他听不着，他叫你，你必须能听着，就这样似的。这个东西肯定，我问你养成的一种习惯。你在家里面是回家就玩手机吗？不是啊，你们家谁做饭？他做呀。你们家谁收拾家？我收拾啊。还是有分工的是吧？差不多啊。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呀？最近吧。我可没打算跟他最近要。哟，这可麻烦了啊！你媳妇脾气怎么样？不好，就是前2天就是上那个内衣店去试衣服跟人咔就干起来了。为啥呀？他试完衣服出来之后，又有一个女的进去了，但是没瞅到他，就是完后来他俩就掀帘进去了。那个女的就是比较不乐意嘛，骂他了，俩人就开始撕起来了。我当时因为吵之后我才过来，因为我当时在门口看手机来着。脾气不好是吧？对，完了之后后来我给他说了，说完之后他就不乐意，说我不向着他。那不是因为他先跟我吵的吗？再一个我换衣服我也没看到他在里面啊。那你过来之后就说我，你也不知道来龙去脉，完了你就一味指责我，那我能不生气吗？那再一个就算我错了，那你能不能不当着外人面说我呀？你回家咋说我都行。那你说人家换衣服本身就是那个拉着帘换一半了，你去跟人吵，又来一帮人来瞅，你让人下得来台吗？这个事儿我感觉就是你不对，这个东西，我说你，我感觉我没有错。上一次在公交车跟我生气，你生气就生气呗，生气咱俩可以回家说，他不的，在公交车撇一把瓜子儿，连瓜子儿带瓜子皮儿全撇那个公交车上了，让人公交车的发现了，直接给我俩拉总站去了，一顿收拾卫生，活倒是不累。关键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走道了，面子上下不来是吧？那太丢面子了。对呀，我俩是因为点事儿，就是记起来了，就那会儿不是在车上嗑瓜子的嘛，然后之后我就往手里头嗑，然后我这一来气，我就都撇地下了。我听这意思，你媳妇儿是个急脾气或者叫暴脾气是吧？对，你呢？我脾气好啊，他说什么事儿乐着说，我跟你说相声的是吧？我脾气好。他是不是慢性格？对，他性格特别慢。好，那你们俩因为这个应该不老少吵架的对吧？总吵架。用东北话说是吧？就是我感觉吧，
别人生气你越乐吧，他更生气，完我就心情还比较好。哦，那要在家里呢，会动手吗？不动手。啊，就是他的声音会很大是吗？啊，对。这不他说的嘛，就是啊，谁声音大谁就有理，就这意思。哦。我就再一个我就大嗓门，我就这样式的。哦，性格是一个问题，对吧？主要是脾气急嘛。还有别的事儿吗？关键事儿太多了，你说我吃饭，我在外面吃饭，他就一个劲儿打电话，我还给他发短信了。完我说我在外边吃饭呢，我有事儿，我谈事儿呢。完他就是一个劲儿的打，就是左一遍右一遍，左一遍右一遍，后来就压根儿我就静音了。回来之后就是属于大发雷霆了，就相当于开始作了。啊，不是，那我就想说了，那你吃饭呢，你就不能接个电话吗？最起码你接起来告诉我一声，你说你干啥呢？然后我就放心了。你这发个短信，短信能证明啥呀？不是你怀疑他呀？我就是没啥事儿，他睡着之后，我会看他手机，有一条微信支付那个记录，但是他把那个微信记录给删了，然后之后我从那个里头有那种小明细，你知道吗？微信里头，然后我看见了，我看见之后，然后他有一笔消费，早上起来我就问他，他就说的那个啊那个吃饭那个花的多了一点。那朋友吃饭花的多点，咱说700-800块钱，我感觉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反正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你说请来请去，我请出去之后不也得请回来吗？后来我们几个又去吃饭，就跟之前他那个朋友，我们又出去吃饭去了。后来我就无意中从他那朋友手机里头翻出他俩聊天记录了。他那个朋友就给他发微信说的啊，这你就摆平了吗？不是，那是啥意思啊？那人家就是问一嘴。那你说当时那个是因为我跟别的女的吵吵了，我停车，啊，他下来了，说这个是他车位。那你说我先到的，完他给他们家的车那个拦下了，这么的，完跟他吵吵几句，完了人家问一嘴，那没毛病啊。我寻思跟你说了，你还跟我一顿喊，又这那的，外加花钱这事儿也是，我这属于是战略性的隐藏了一下子，完了没想到让你发现了。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我说了有啥事你别瞒着我，你瞒着我让我发现了，我更生气。那关键不瞒着你，你不一样发现了？不是，等等，让我把这事儿梳理一下。等于他跟朋友出去吃饭，没有接你的电话，对，通过你的侦查，发现这顿饭是他买的单。对，后来你又跟他的朋友一起出去吃饭，通过你的侦查，发现在他们吃饭的那天晚上，他跟他朋友提起了一个女人。然后所以你的想法是说，那天晚上他跟陌生的女人在一起吃饭了。然后你先生的解释是，当天晚上没有跟不认识的女人吃饭，是跟不认识的女人抢了车位。然后你朋友问车位的事儿，是这么意思吧？对。好，那到底什么是真相呢？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个时候你就认为说那天晚上他跟异性去吃饭，他还买了单，就这件事情你们最后以什么来终结的呢？他那个威胁我嘛，喝那个消毒水。你要干嘛？他威胁你啊？我那就是我俩吵得挺凶的嘛，我就说不过了。不过。然后之后他那个上药箱里拿消毒水，完了当我面前喝了一瓶消毒水。干啥呀？我没喝啊。干啥？那意思那个让我看着那个就是啊，我我咋地的，那个我没跟那女的咋地，你看我都能喝消毒水咋地的，就那意思。不是，然后让我相信那是清白的。不是你是来我们这儿让我做填空题的是吧？我得给你把咋地填上是吧？是这意思吗？苍天为证，我没跟那个女的吃过饭。我要是跟她吃过饭，我就死给你看。然后拿起了消毒水之后说，为了表达我的这个诚意，我让这瓶消毒水干了。如果你还不信的话，那我就死给你看。我这填空题做对了吗，老师？是这意思。哎呀，你这个表达，我就觉得你吵架怎么能吵得赢呢？我真是。喝了吗？没喝，喝一点，流的是水。哎呀，你这个人心计很重啊！你怎么在消毒水里面放水了呢？不是，那我给倒了，我怕真喝了上医院犯不上。除了那次吃饭让你觉得可疑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让你觉得可疑，觉得你先生有可能背叛你？有啊，那天晚上都有12点多了，然后之后他突然不是吃饭的那个同一天晚上吧？不是啊，另外一个晚上。对，另外一个在另一个晚上啊，怎么了？啊，我俩睡正香的时候都12点多了，然后他来了一个电话，他出去接的，回来我寻思问问他，我说谁呀？还出去接的骚扰电话，我说骚扰电话你还出去接去？完了之后又来了之后又出去接去，回来我问谁呀？他说同事。完了就说同事之后，我先给他回过去，我问问他，对方是一个女的，然后我一说话他就给挂了。当时这个事儿吧，人家打电话给他来解释了，因
因为人家半夜吧，单位没有下班，全体人员全是在单位冲任务，完之后让我帮忙点一下，凑一下任务。当时我是属于睡懵的状态，接一下电话之后，我就是没有去理他。完了之后他就炸庙了。完，但是回头后来人又打电话又解释，别的同事又打电话，这不好意思，对不起啥，人把事情跟你说清楚了。完之后他始终就是不信。那我俩一吵架，他就给他前女友打电话，就那一回。那你还想有几回呀？那你当时你那个一吵架就给前女友打电话，还求安慰，然后让我发现了。不是，那你给你前女友打电话干嘛呢？当时主要是赖他当时已经摆出那个架势，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完了之后咱俩就赶紧拜拜。完我寻思拜拜了，那抓紧是不是？咱是这离了这棵树，赶紧找下一棵树。当时我是这么想。你倒够坦诚的，然后就找前女友去了。啊，完后来因为他又是跟我说也就哭，连一作二闹三上吊的。完了之后就是又好了。我想问问当时谁追的谁，怎么认识的呀？他追的我。你追的我好不好？不是，那这个玩意儿，那你说，你狡辩啥呀？你狡辩呢？那个就是我俩咋认识的呢？那个就我俩是在一个公司上班，然后后来我就是那个有病了，然后他上家看我去，完了我俩就，当时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然后你在这就问我，咱俩处对象啊？我说行啊，咱俩不就处上了吗？你们俩这个恋爱谈的还有别的事儿吗？再一个，我就是个矮嘛，你看我总穿高跟鞋，就是因为我个矮。他妈总嫌弃我，说的那个影响下一代，完了说的我吧心情挺不好。有一次就是意外了，我就怀孕了嘛。他妈知道我怀孕了，就说的啊，坐下去吧，坐下去吧。那你说的这是一个婆婆当儿媳妇该说的话吗？那儿媳妇怀孕了应该高兴，然后你妈却跟我说让我坐下去，你说我啥心情？这个事儿他有他的想法，你是跟我过日子，也不是跟他呀，这个东西。再一个，你说的我怀孕期间，他妈就总跟我说的那个啊，坐下去吧，影响下一代，说生出来也不能高，就说我个矮。那股劲儿我就心情不好，然后总哭，那孩子在肚里能好吗？后来，因为我身体不算太好嘛，然后调理身体呢嘛，喝中药，孩子死肚子了。完了之后，他还老跟我叨叨他那个之前不是说那个我妈住一段时间医院吗？他之前是照顾我妈一段时间，照顾完之后吧，就是嫌我妈又是水果又是要的切小块了，完了之后半夜又不让她睡觉了。我感觉这个东西你既然去照顾了，你就是别太那个就是说这些事儿，感觉是怎么不好。你毕竟你当时去了，是吧？那不还是你妈就是太挑剔我了。去了之后，你说的我去了，我照顾她那么好，然后旁边的那个病友问他妈说的这是谁呀？然后你知道你妈说了句啥话吗？你妈还整个我是护工，有护工照顾像你妈照顾这么好的吗？你说要吃个苹果也行，然后还得把皮儿削去，一块一块的喂到嘴里，晚上不让我睡觉，说的呢我睡觉特别死，说的万一他有啥事儿，你说的那意思就是不行。那我就想问问你，我是大夫还是护士啊？那怎么的？有啥事你就摁铃找护士就完事了，还不让我睡觉？那在医院那不是心焦吗？是不是希望你能在旁边有个人能守着我点，这个病好快点好，早点回家？人不就这个想法吗？那你来了之后，你妈咋心疼你呢？让你走了，让我在那块陪她。你这不换班了吗？换班了，我是成天成宿的，你是白天，然后晚上就走。你母亲住院多少天？1个月。1个月，你照顾了1个月。还得做饭，天天我做好饭了之后往那送。你说我对他妈那么好，完他妈天天就总挑剔我，我就感觉跟他在一起过得太累了。你这个累是指心累还是体力上累？就是他老要支持你累还是什么？主要是心累。心累了他可是我听起来他婚后没有什么让你操心的事儿啊。那在外人面前都说那个我欺负他，看他挺好，一笑咋地。那回家那可那啥的呢，事儿可多了。就支持你呗。对，支持我。就除了支持你没别的不好，是不是这意思啊？慢性子。慢性子肉。那你当时为什么要嫁给他呢？当时就是对眼了呗。行吧，难题交给你们吧，咱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云姐来你俩就有点像这个上来演小品，你一句我一句。你们俩生活中也是这样是吗？我们听着挺好玩的，你们俩觉得特生气是吧？对，就我吵的我给我气都不行了，他那会儿在那块嘎嘎乐。而且我没听出就是有什么实质性的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没有吧？
因为你刚刚说的婆婆的事儿，婆媳关系已经过去了，而且我建议你，既然已经过去了，咱就不翻那个旧账了。以后即便是你们俩吵架的时候，一定记住啊，女性朋友一定记住，就事论事，不翻旧账。否则的话，她会觉得你干嘛老揪着这事儿，不都已经过去了吗？如果婆婆听到也会特别不高兴哈，就把这个事儿翻过去了。其他，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大事儿吧。性格上的事儿，咱也帮不了。这个没法弄，对吧？而且你们俩觉得针尖对麦芒的，吵得你气呼呼的，他还乐呵呵的呢。我们在旁边看着也挺有趣儿的。所以我觉得女生你消消气，不用那么着急。你刚刚说的这些东西，比如说他指使你拿一个东西，你为什么觉得他在指使你呢？因为我感觉你说在家里头每次都是的，就是像离了我活不了似的。多好啊，多爱你啊！其实我就想找一个，就是那个。其实我不想做一个什么大女人，我想做一个小鸟依人那种，或者是老公啊，我让他拿点东西啊，那你就小鸟，你刚刚没表现出小鸟依人，我刚刚感觉到你的那种气势，你这你要是只老虎，你怎么可能它变成小鸟呢？对不对？对，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气势，你就没办法用小鸟依人的语气跟他说，其实你在家，你如果愿意让他拿东西，你就用你的方式，你用你小鸟依人的口气跟他说，而不是用这种指责他的口气。我觉得这种转换一下，你希望他怎么做，你其实自己先做好，好好过吧。谢谢，谢谢周群老师啊，多温柔啊啊！女生，您结婚前个子高吗？也不高，哎，没变化吧？哎，不带捅人肺管子的，于老师。我想也没变化啊，但是他还娶了你，那他也不高啊，说明他不在乎小你。鸟依人，记住了，好好说话啊。这就说明他没有嫌弃你个子不高。另外，女生，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你运气好。你一个暴脾气娶了一个慢性子，这就是性格的互补。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互补，在我眼里补的还算是可以的。如果说按照你刚才所畅想的，你和一个也同样是急性子、暴脾气的男人结婚以后，那你们家我可以断言，天天星球大战，打得支离破碎，最后把家打散，因为大家都容易情绪失控，而且你问题很大。你的这种情绪，由于他不敢在你的面前非常果断地来阻止你，导致你的情绪处处时时都会迸发。你看，到了商场也会爆发，到了公交车你也会失控，而且到了家里就不要说了。在这样的状况下，你是不是要反思一下自己呢？当然，脾气这是世界上最难改的东西，但是脾气可以控制，控制的力量，你在乎这个家，在乎这个男人，就有这样的力量能够适当的进行控制。你要记住，爱是一种积累，爱不是一种透支，尤其是结婚以后，我们要积累更多的爱，而不是去透支更多的爱。透支完了，家也没了。谢谢包红兄，于老师。哎，我在想，婆婆病了，你照顾她1个月，对不对？哎，那时候其实你挺不开心的，对不对？你刚才说了，说你是护工，你挺不高兴的，但是你还照顾她了。这里面就说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哎呀，你还干了，但是你还怨了。这个事情在你的生活里面好像就一直是这个概念。比如说，老公让你端个茶倒个水啊，这不是什么大事，可以拒绝不？可以呀，但是你也干了呀，干了以后又不开心，这不就典型的出力不讨好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呀，我再说一点，你今天从那个门一转出来呀，我就有点大事不妙。正好你转来，我能看得很清楚，和你老公一做对比啊，那个相由心生，你脸上的不开心和状态就全部写在那儿了。所以我特别提醒你，通过后面的表达，我告诉你的是，你就是一个爱生气的人，
在某种角度讲，你的心态不好，你跟谁结婚，你都得生气。你换另外一个人，比这个生得更厉害，你跟他，可能我们会认为，在这世界上是让你最不怎么生气的人，但对你来讲，你仍然不满意。所以这个是你要认同现状。哎呀，男方看起来很好，啊，互补我也认同，但男方有一个问题，其实你的老婆每次在不开心的时候，你都急于解释，在今天场上也是一样。那我来换一下，我来说哈，比如说，那个婆婆说你基因不好，生的孩子怎么样的时候，然后我先说什么呢？我先说，哎，老婆，是不是你听完这些话，你不开心了，让你孩子打掉，你是不是特别难过？你听完以后，心里是不是有点安慰？是不是有点小感动？我相信，因为这个时候你被认同了，这是小技巧。然后你再来解释，哎，妈妈可能不太会说话，说的可能比较直，但是我们要过日子，所以她的问题不重要。好了，我提醒男方的是这个，不是简单的解释和笑笑就完了，你要学会安慰。所以他的暴脾气的宣泄，在某种角度来讲，可能被你给直接用解释给搪塞了。表面听起来好像是在安慰他，但实际上是在否定他的感受。对他来讲，在那一刻，他最需要的是你要懂我，给我一个情绪表达不舒服的这个出口，这一点非常重要，好吗？米娜老师，我不太赞同说某一个人天生就是坏脾气，或者说可能我们是婴儿的时候，我们都是坏脾气吧，因为婴儿仿佛一上来都先学会的是哭，慢慢的才学会是笑。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都是坏脾气。对于这位太太来讲，我觉得你的坏脾气是来自于生活里头遭遇到的种种，我看来其实是女人的大不幸。怀孕、胎死腹中，这绝对是大事。被婆婆嫌弃，说你个子矮，你基因不好，你对于我们家的下一代会起到破坏性的作用，这样的否定绝对是心里头的一根刺。所以在遭遇了一系列的不公正之后，你让一个女人还能够笑，还能够快乐，我觉得反而是大家对女性的要求过高。我觉得对您来讲，您的确有理由不高兴，因为有了这么多的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家并没有跟你道歉过。如果老人不能够放下老人的架子，不为自己过去做错的事情去做一个了结，那么他永远还是心里头有一根刺，拔不掉。这是个好女人，只要帮她把刺拔掉，她就能够愈合她的伤口。之所以说她是好女人，是因为她在遭遇这些事情了以后，还能照顾你妈1个月没翻脸。为啥？因为她爱你。你也没有拔掉他心里头的另一根刺，那就是我的男朋友认为家人对我的伤害和他对我的伤害都是理所应当。凭什么？因为他爱你，他脾气不好，就是这2点，你就可以把他捏得死死的。你云淡风轻，对于他来讲，就是他心里头越深的这样的一个伤。你太不把他受到的委屈当回事，你太不把他的需求当回事，你也太不把他的愤怒当回事。对于你来讲，只有一句话是我送给你的：停止抱怨，为你的付出设置底线。这一句你要好好想想。而所有的话，其实我都是对于您讲的，去道歉，拔掉他心里的刺，帮他把伤愈合。谢谢米娜老师。这个先生挺有意思，什么时候都笑嘻嘻，什么时候都笑嘻嘻，这不就是个笑面虎吗？就这种人特别让人可气，你知道吧？恨死了。就是所有的好人他都要做，所有的坏事儿全是他干的。这个他脾气不好，是不是你激怒的？我没激怒，你还不激怒他？你在家里不让他那么累，他就不会这样。他跟你妈关系不好，是不是你无能？就没有一件坏事不是你干的，还在那儿乐呵。就是他是所有坏事的一个创造者，然后别人的火起来了，他跟我没关系啊，您发着火，我脾气好，太坏了。我们虽然可以千说他万说他，我们说完之后他能保持微笑，是他知道他不改你也不会离开他，核心在这儿。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如果你选择了，你就认吧，这是你媳妇儿，以后别这样，一起进入真情60秒。
那个媳妇儿，对不起，以后我改，好好的。完了之后，咱俩还是好好在一起。完了之后，之前做的哪块不对的地方，希望你能原谅。别老往前翻了，别翻了，没有用了。跟你结婚这几年吧，一开始还挺好，就是感觉我太累了，心特别累，也想在一起，就是感觉累了。谢谢两位啊，请回，请回，请回，谢谢你们。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来吧，看看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吧。谢谢你们，请回。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身高1.95米，他身高1.55米，我们身高相差40厘米，是最萌身高差情侣。我们走在大街上，经常会被围观，外面和家里人经常对我们指指点点，总不被他们看好。从职业上，我们也相差悬殊。我自己开店，他是医生，貌似我们各方面也都不搭。我除了外在形象和职业，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隔阂。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压力太大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刁先生23岁，来自哈尔滨，自由职业，有请小刁，有请。张女士24岁，来自哈尔滨医院，有请。欢迎两位哈。你多高啊？我1.94米。啊？1.94米。您呢？1.55米。这个你们俩在一起逛街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说，哎呀，这个好？对，就总会接受到很多的目光。这个除了身高上面有这么大的差距之外，谈恋爱的其他差距大吗？其实矛盾也是挺多的。咋认识的呀？朋友介绍。啊，谈了多久啊？不到1年。不到1年就能谈到我们这个舞台上来？因为你可能主持人你能很直观的看到，我男朋友就是比较高，然后长得也比较帅气那种啊，就身边的朋友。就是异性朋友也是比较多的，然后有一次就是我身体特别不舒服的时候，然后有一次他跟朋友出去吃饭，然后给他打电话不回，发微信还不接，甚至最后电话还给我拉黑了。其实那天我不是说我跟朋友出去吃饭去了，正好你说咱家是开饭店的，你也知道，你说正好那天那个厨师跟服务员都请假了，你说我是老板，我当然是我自己还得炒，我自己又收拾碗呐，又是什么上菜之类的，你一个电话给我打。你说我是接还不接？本来我就挺烦的。我就觉得他是跟那个女孩出去吃饭去了，因为他们有那个群嘛，他们那个饭店那个微信群。哦，饭店微信群。然后他在群里面，然后就有个女孩在群里边问说谁没有对象呀？因为我本身也在那个群里嘛，然后他就在那个群里边跟人回复说他没有对象。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和我交往，然后结果让我发现了，我就问他，然后他还把我从那个群里边移除了。那个只是一个开玩笑而已，真的。因为你说咱家本来就是做餐饮的，其实你看厨师群里边不一定说每个人他都是做厨师的，是吧？你说多一个朋友就是多一条路。我给你移出群聊的原因就是我怕你多想。他之前就跟我说，那群里边不就是很多各行各业的都有嘛，那就可以来支持咱家的生意嘛。我就觉得他可以交朋友，那我也可以交朋友。就是他允许交异性朋友，我也想交异性朋友，我的朋友也挺多的。他现在就是有点特别小心眼儿，
就我的手机，别人给我发微信呐，或者是那个给我发语音呐，或者是给我发消息，他都看，哎，是不是谁又来看我来了，或者谁又要找我出去啊？我觉得这点也让我接受不了。不是你说他可以交朋友，你也可以交朋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他不跟别的女孩说那个没有对象嘛，然后我当时也是为了要气他，就在那个择偶平台上，然后我就发布了一条消息，然后就有一个那个外国的异性朋友，然后跟我聊天，结果也是来到哈尔滨，也是来旅游，正好我们就联系上了。当时的时候就是请他去出去吃的饭，吃完饭之后，后来就给他安顿好了，我就跟朋友我们出去的，然后他就觉得这件事情让他接受不了。那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朋友啊。而且还是个男的，主要还夜不归宿，你让我怎么想？我都已经提前先告诉你了，已经和你报备好了。我说我那天有单位同事过生日，然后那个我们晚上出去唱歌去，唱完歌之后晚上太晚了，之后第二天直接回医院去上的班。你看他对于这块特别小心眼儿，但是他对于吃的呀和朋友这块就特别的大方。就平时出去逛街呀，或者是出去买东西，就明明那个老板卖东西肯定也都是要有利可图的嘛。明明那个80块钱的东西，他可能跟人讲价讲到50块钱，结果到最后呢还不要了，完了说这东西不适合我，我就觉得你说连这个50块钱都不舍得给我买，你说以后还能过长吗？不是50块钱80块钱的事儿，你说哈尔滨的天儿你也知道那么冷，你说你还买一个吊带，你说要是三亚那天儿我给你买一个买俩它也行啊，是吧？那主要我不还是为了你好。那你跟朋友出去吃吃喝喝的时候花的钱咋不心疼呢？完还把朋友往家里边来领，那你知道你朋友在外边都接触过谁呀？然后总带朋友回家来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床单被罩我也得换，厨房整那个碗筷啥的都得我收拾我整，完了他们就坐客厅嗑瓜子打游戏。我是你女朋友啊，还是你保姆啊？还不就那一次吗？平常不都我洗我涮吗？你说我朋友来了之后，你说不能我说我洗，我在那个我又洗碗又刷盘又整这整那的，也没有面子是吧？再一个你就说平常的时候床单被罩啥的，你说也不至于说的1天2天你就换一次，你说没有那必要，那些我都能理解，像接触皮肤嘛，像那个盘子碗的，你说用水冲一下子是不是就可以了？你还得泡半小时，用洗洁精泡半小时，完以后再刷。是他朋友在你们家过夜吗？为什么要换床单和被罩呢？因为他朋友来了，肯定会做床单被罩，上屋里边来看呀。然后本身我这个职业就在医院上班，那你接触的人肯定是什么人都有，你不知道把什么细菌病毒就会带到家里边嘛。所以你是一挺爱干净的女生。对，我感觉她有洁癖。她就是觉得我事儿多，然后对，而且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她妹妹。平时的时候我们上街也得带着她，然后我过生日的时候出去买东西，她给我买了那个手链，然后她妹妹也非得要一条一模一样的，不给买就在街上就耍脸子。亲妹妹，我舅家的孩子我一个当哥的，我给他买不应该吗？这你说也不是别人，从小一起长大的。你妹妹是给他买可以，那凭什么拿你的钱呢？过情人节的时候，你是不是给了我1314块钱？我把这钱就放在你们家里了，那我回头一看的时候，礼盒里边就剩14块钱了，那这钱不都让你妹妹花了吗？那钱第一她也是我的，我妹妹她是学空乘的。他你说化妆啊，什么外在呀、衣服什么之类的都需要好的。你说我一个当哥的拿钱给他买衣服不应该吗？那我觉得，那你妹妹也应该说，最起码的话，用什么东西啊，家里的什么东西也得提前先跟我说一下呀。我们有一次我去她家给她做饭，因为她妹妹刚好要上楼嘛，然后跟她妹妹买包盐，然后她妹妹告诉我没有钱，然后我给她转的。然后我家里边买的那些东西，比如说隐私用的一些东西啊，然后里边的衣服什么的，然后她妹妹也都在穿。然后等我穿的时候，基本上就找不着了。然后我为啥说我知道这件事了呢？有一次就是夏天的时候，她妹妹穿的比较少嘛，然后就比较暴露。然后我一发现里边那些衣服什么的都是我的，我就觉得这点也让我挺接受不了的。啊，对，我妹你说也不是别人，我舅家的孩子穿你的内衣，这不代表你的品味好吗？也证明你说你俩关系好，也不至于。我觉得她妹妹就是特别有意的在拆散我们，因为我也是试图在调解嘛，然后给她妹妹去介绍过男朋友。然后介绍的男朋友基本上没有成的，而且她妹妹到那块点的都是特别贵的或者豪华的那种，然后到那块特别快速的吃完了之后，抬抬屁股人就走了。男方还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整的还特别没有面子。给我妹子介绍那些男朋友，都是有刚粗没刚高的，最起码就没有我高，像我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啊？
他妹妹就是喜欢像他这样似的，他就觉得我长得小，他哥长得高，然后我就配不上他哥，包括他家里边人也都是指指点点的，就不看好我们，所以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就是压力特别大。听起来好像你们俩这个爱情里面有个第三者是吧？对，我就觉得有点让人接受不了，就是你这么既然都已经这么大，都已经属于成年人了，我觉得任何的方式和那个行为还是需要有所避讳和检验。对，你那个妹妹就天天黏着你吗？她不去谈对象吗？我舅也不在东北这面，在南方。啊，那你妹等于就住在你们那儿是吗？我妹妹有的就是她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回家，其余的时间她是在上学的。啊，所以你是供妹妹花钱，然后妹妹你们家的东西她都可以肆无忌惮的去拿去用，一起长大的嘛。可是她还不是你媳妇儿吗？不过就是你女朋友吗？她要嫂子这么做也有点过，更何况是女朋友呢？你不跟你妹说吗？所以说就她去用别人的东西，拿别人的东西，尤其内衣这东西，她不膈应吗？他妹妹就觉得就是他哥买的，然后他就用。那是他买的吗？因为有的是我自己花钱，有的是他花钱。他们家人特别反对你们吗？就觉得他个高，我个小。现在还反对吗？啊，对。所以他那个舅舅家的妹妹的很多行为，看来也是受到了家族人的一些啊，有没有啊？就我家就是全都是个高啊。所以你妹妹是不是也代表你们家族在替这个家族做一些事情啊？没有。啊，她喜欢他吗？我感觉他俩关系还可以，毕竟你说衣服都可以穿啊。你真是没边界的一个人。你打算娶她吗？我感觉他事儿有点多。啊？事儿多。谁事儿多？他还事儿多呢。哎呦，他啥事儿多呀？我没听出来呀。就是啥都是什么我妹的事儿啊，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说的，说别人不是说他个矮，他怎么样的，我都跟他说过 N 次了。我说你是我女朋友，不要看别人的眼光，因为你是我的。啊，他也跟我说那些，就听不下去。你跟他说什么呀？啊，就是有的时候别人会说那个你们两个就是相差比较大嘛，然后他的想法就是他以后是跟我过，也不是说跟他家里边人过，家里边人说啥就是也无所谓，你也不用听。但是人家现在好像没有说以后要跟你过的意思，姑娘。对，所以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就是压力挺大的，无论是家庭压力还是说朋友之间的压力。那你就换一个男朋友，那么多喜欢你的男生，对不对？就是还是来这块还是希望他能有改的那个。你让他改什么呀？把腿打断，变短，变矮。就是希望他能成熟一点，给我点安全感。啊，要安全感来了啊！这个情感里面确实是危机四伏。我们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妹妹多大了？我妹妹21，成年人了是吧？对。刚刚那个赵川用了一个词边界，你觉得你有边界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所以你不懂。当一个群里有一个单身的女孩说谁没有女朋友的时候，你作为已经有女朋友的男生，你觉得你开玩笑这样是对的吗？你和一个女生已经建立恋爱关系了，如果你心里真的爱她、尊重她，你绝不会当她也在这个群里的时候，你跳出来说我没有女朋友，然后把她移除这个群。我觉得这不是开玩笑，是你完全不尊重这份感情，也不尊重这个女生。第二，你的那个妹妹，就算她从小跟你一块儿长大，可是未来要和你一起过日子的人是你面前的这个女生。我觉得你妹妹已经完全跟你一样失去了边界，或者说是在你的暗示下，她越来越没有边界，因为你从来没有阻止过她。哪怕你女朋友反复跟你说她已经很不高兴了，你觉得这有什么？这是我妹妹啊，她从小到大都和我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你的问题。这两件事我觉得都不用多说了。刚刚赵川又问了你一句，说你以后打算跟他过日子吗？你说我觉得他事儿特别多，
我觉得你这句话其实已经表明了你的态度，你根本不在乎他，你未来甚至也没有想好是不是跟他走下去。我觉得但说无妨，说出来让他清楚比什么都重要，这才是一个身高1.9米的男人顶天立地该做的事儿。谢谢。谢谢周青老师。来，于老师，男生长得高长得帅，很多女生会认为和你很有缘，关键是你能不能控制和这些女生的距离。很显然，这个距离你没有控制好。女生呢，以牙还牙，以错治错，为了证明自己是受欢迎的，真来了一个外国男人。你们2个人在开爱情的玩笑。关于刚才说到你们妹妹的问题，我们听了以后确实感觉，这个妹妹太把自己当自己人了，而且有点肆无忌惮了。我非常认同赵川老师他入木三分的观察，这是受家里潜移默化的。他以为自己以这样的方式在为难你、刁难你、羞辱你，是在帮哥哥，在帮家里的人，说明你在这个家没有地位。家里很多人对你不屑一顾。爱情很简单，没有对错，有时候就是找到合适的人。我的观察，你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即便如果真的不合适，我们大家一拍两散为好。谢谢包红兄。于老师，男方一直强调女方事儿多，一个有洁癖的人的确他会有很多的标准，这个标准的确是让人觉得很麻烦，但是另外一个人觉得事儿一多与少是取决于你的那个标准他能不能接受。如果他也是一个爱干净的人，他并不会觉得你事儿多；如果他爱你的话，他也不会觉得你事儿多，那就意味着你的事儿他解决不了。所以事儿多就意味着是麻烦多，那么就意味着你们之间的障碍多，距离远，这是一个提醒。还有，他的妹妹做什么，反对不反对，是否代表家人的意见不重要，那是他妹妹，他妹妹想干什么，那是他的态度。关键是你们俩的恋爱当中，你的男朋友无视这个问题，即使他说了，或者我也相信他没有这个观点，没有这个想拆散和这个怂恿的想法，也恰恰是因为这个，他对这个问题居然视而不见，在我看来是一种情商低的表现，他没有爱人的能力。就刚才在那个微信群里做那种事儿，我认为说不好听点都有点傻了，但是他认为这讲好像没有什么，他好像是事儿少，但在某种程度上他在给你制造麻烦。其实你也会觉得他那里的糗事儿也不少，所以让你心寒，一件一件的穿什么内衣，花什么卖什么东西，他根本就无作为。他如果说想通过这方式不想跟你在一起了，还算有点心机，现在连心机都没有，他都不懂。所以和你一个对情感有要求的人，他给不到你那种体贴细微的爱情，所以他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我可以这么来讲。当然情商我也提醒你，不是一个简单傻的问题，你要去关注女朋友包括身边人的感受，而不是大大咧咧的，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到最后，你仍然会觉得不仅仅是女朋友事儿多，包括身边的人还有很多的事儿让你解决不了，这都是因为自身在交往当中没有很好的解决和预防一些问题，最终才出现了更多的问题。所以男士这里特别提醒，我就一个观点，你们2个人不适合在一块儿，越走会越痛苦，越走会越疏远。如果你们真的觉得，今天想思考一下的话，马上做个决定，我觉得是时候了。好，谢谢于老师。米娜老师，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在一起。你看中他因为身高够高够帅是吗？对。那你看中他呢？
小鸟依人呢。哦，对呀，你们是因为彼此的身高啊，对，然后觉得合适，所以吸引你们的就只剩下身高了吗？然后就放着其他的缺点都可以视而不见了吗？对。那么多明显的不合适，真的就不再是你们之间的障碍了吗？吃不到一个锅里，而且男孩子有明显的问题，这个问题说难听一点，家教不好。你的家教不好是从你妹妹的这一个举止上看出来的。我就很纳闷了，有哪一个爸爸妈妈会同意自己的女儿到外头乱穿其他同性的内衣？内衣呀，那么贴身的东西呀，这个是基础的卫生问题，我都不说是道德问题、品质问题了。而且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一位家教明显不好的男士，居然还嫌你事儿多。你早就应该在他第一次把你移出微信群的时候就跟他提分手，因为那个事情太冒犯了。当着你的面说你不是女朋友，并且还把你踢出去。你都可以想象，这只是在微信里，他是功能性的，为了利用他人把你踢走也好，还是怎样。等到一旦他身边再出现一个他认为更好的女人，反正你的优点只是身高嘛，如果再出现一个1米5几的女生，太容易找了，把把的，是不是就可以又把你踢出他的情感世界呢？反正他的这一个生活群里头，就是他和他的家人，他的妹妹，这是他的核心成员。你们这一些都叫编外人士，随时可以踢出去。我不明白我们还有什么好调和你们之间矛盾的。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必须得分手，完全得分手，分立刻。谢谢米娜老师哈。这段关系里面基本看到的就是贪色，你知道吧？我还记得他上来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主持人，你看到了吧？我的男朋友又高又帅，他很吸引异性，我没有安全感。”这不就是一个以色而取的爱情吗？所以为什么不到1年，你们有这么多的冲突？因为皮囊你已经很熟悉了，这种色已经不再是优点了，而你们当初看中他的东西，恰恰成了这段感情里面最薄弱的一个缺点。这时候可能想，他要矮点多好，没那么多女人扒着他；他要丑点多好，也不会随随便便的在群里就敢说我没有女朋友嘛。所以老师们的结论已经在那儿了。就作为年轻人，我觉得周群老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顶天立地不因为身高，对，因为我们的内心是坦诚的，才能顶天立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谢谢两位啊，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相识相守走了这么长的时间，在一起也有很多的磕磕绊绊，但是我觉得你希望你能够有所改正，有所担当，而不是说做一个像那种傻白甜就知道玩就知道那个开心的那个小男生。因为我觉得女孩如果要是想跟你在一起，更多的是想要安稳，想要那个稳定一些，也希望你能够有一些家庭责任感有所提升。失去了一个我。其实我也没什么想说的了，我还是感觉事太多，咱俩不合适。来吧，请亮灯。谢谢两位，请回，请回啊。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接下来，姜大人就要看一看这对年轻朋友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接下来，姜大人就要看一看这对年轻朋友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希望今天的这个结果不单单是他们俩感情的一个结果，而应该是他们重新开始认真思考如何认真生活的一个结果。我觉得那是最好的。如果得到了这个的话，这段恋爱没有白谈，他们会得到幸福。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
有网友提问说：“我的老公呀，出了家门和谁都是有缘的，进了家门就和手机有缘，放下手机就和我斗。请问老师，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你的老公放下手机就和你斗呢？通过你提问的方式就可以看得出，你平时说话应该是一个话里带针的人。所以呢，你是不是没有放下情绪，好好和自己的老公沟通，导致他不想和你再说话了呢？所以先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吧。祝你幸福。当然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